少爷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欺骗海兰察？是否别有图谋？告诉我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好疼啊！你放开我！我听不懂少爷在说什么。魏璎珞，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。你送来的那块狗皮，尾部有一块黑色斑点，可我记得雪球浑身都是雪白的。我敢断定，你一定从暗中做了手脚。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不是想陷害海兰察？不是，真的不是。我不信，现在就跟我去见皇上。雪球，嘘，不要叫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少爷，狗只是牲畜，它不懂分辨是非。遇上了好的主人，它就会看家护院；遇上了坏的主人，它只会被陷害利用。我不希望雪球无辜丧命，才将它调换出来，偷偷养在这儿。现在，少爷可以松手了吗？对不起啊，哎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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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教姑，你要干什么？紫禁城才多大地方，要是被人发现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就是犯罪欺君，你不要命了吗？那也不能杀了他呀。谁说我要杀了他？我亲自带他出宫。真的？少爷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什么事？为雪球真正找一个疼爱它的好主人。好，答应你。少爷人真好。雪球，你听到没有啊？刚才傅恒少爷说他要带你出宫，你高不高兴啊？你高不高兴啊？你的手腕……哎呀，少爷，你刚刚也使太大劲儿了吧？你瞧，我手腕都红了。对不起，是我疑心太重了。现在我相信你是无心之失了。啊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少爷，若你能帮我吹一下，我的手就不疼了。对不起，你离得太近了。不得体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进了紫禁城，我都觉得膝盖不是自己的了。不管是在假山上还是石子路上，只要碰见主子，说下跪就得下跪。嬷嬷，你试试，把这个皮套垫在膝盖上，会不会舒服很多？你的手真巧。我也是看那些太监们佩戴的，只是没有找到太好的皮料。等回头得了好的，我再给你换。怎么了？璎珞，雪球明明浑身的毛都是雪白的，你为何会选一块有瑕疵的交上去啊？因为索伦侍卫和傅恒是好朋友啊。这我就不明白了。索伦侍卫粗枝大叶，傅恒却很聪明，
他一定会很快发现我动了手脚，救下雪球。可是您为什么要让他发现呀？之前我送给他珠抛，虽然蒙混过关，但他事后一想，必定起疑。那如何才能让他消除疑心呢？只有让他觉得我心地善良，毫无危险。璎珞，嬷嬷，我本来就很坏，为了给姐姐报仇雪恨，以后会更坏。你就不要劝我了，因为我绝不会改。一个坏人怎么会3番5次的去救于贵人啊？甚至不惜跟高贵妃为敌。一个坏人怎么会去给雪球做窝，还把自己的饭食省下来给他吃？我为了给自己脱身，利用了一条狗，总是有愧疚之心的。璎珞呀，在这紫禁城里，要坏就得坏得彻底，嘴硬心软，善念犹存，反而会酿成大祸的。这什么东西？娘娘，这是内务府刚送来的西湖龙井啊。本宫素来爱喝云雾茶，宫里人人皆知。现在本宫还没有落魄，这御茶坊就如此作践，送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敷衍？娘娘息怒，今年庐山连续大雨，泡烂了茶根，不是御茶坊不送，实在是没有啊。本宫不信，去把上茶证给我找来。这还不快去！是。嫔妾给娘娘请安。这个时候你还敢来？还嫌连累的本宫不够吗？娘娘，一切都是嫔妾的不慎，嫔妾太小瞧那个丫头了，请娘娘原谅一回，嫔妾一定为您肝脑涂地。娘娘，你怎么还不去？本宫现在连你都支持不了了吗？奴才不敢，奴才刚出门，就遇见了怡亲王派来送信的小太监。说什么了？去回禀怡亲王，让他秉公处理就是了。把话带到就可以，他自然明白该怎么做。是。本宫可以原谅你，只是长春宫那只蹦来蹦去的跳蚤，实在碍眼。只要娘娘肯原谅嫔妾一次，嫔妾一定将功赎罪。娘娘，您在想什么呢？我担心长寿，他狱中生病，没人照顾。银子都已经送出去了，主母一定会想办法托大夫进去的，您就放心吧。长寿是不争气，总是惹是生非。可他始终是我的亲弟弟，从小到大，处处护着我，敬重我。知道我要进宝亲王府，哭得眼睛都红了，非闹着要一起跟了去。后来被阿玛痛打了一顿，一拐
一拐的来给我送教。我这次不肯为他求情，也许他会怪我。娘娘，能做的您都做了，少爷知道您的心，不会怪您的。我只盼着长寿能快点好起来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你盼着长寿好起来，继续祸害朕的江山吗？臣妾恭请皇上圣安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臣妾都没有出来恭迎，请皇上恕罪。刚才朕的话，你还没有回答呢。皇上，长寿太年轻，一时糊涂才会犯错。但臣妾知道国法，所以不会为他求情。只是担心他在狱中受苦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皇上又何必苛责呢？你弟弟是年轻糊涂，你那位好阿玛呢？你是不是要说，他是年纪大了才会更糊涂呀？皇上，臣妾的阿玛向来都秉公办事，兢兢业业，唯一就是教子不严。皇上何出此言？今日怡亲王上了奏折，说你的阿玛纳尔布亲自给他献了银子。不可能！阿玛为何要给怡亲王送银子啊？因为朕命怡亲王参与会审，纳尔布请求怡亲王对长寿从轻发落。皇上，臣妾阿玛何等廉洁公正，他哪来的银子拿去行贿啊？贤妃，纳尔布送的银子，是皇后在荔枝宴赏赐给你的那500两。那500两是臣妾送回去给长寿，请大夫医病。您说阿玛用来行贿，臣妾打死都不信。臣妾绝对相信阿玛的为人，倒是您应该怀疑怡亲王的用心。朕为何要怀疑怡亲王呢？朝野上下都知道，怡亲王和高贵妃阿玛高大人走得极近。他诬陷我阿玛行贿，或许是某人的授意。住口！皇上，臣妾相信阿玛绝对不会行贿，臣妾用性命担保。事实如此，你却一叶障目。好，朕就准你去监狱，问问你那位廉洁奉公的好阿玛吧。您冤枉忠臣，一定会后悔。能不能让我们见见挥发那拉长寿？皇上有命，只准见纳尔布。阿玛，贤妃娘娘，阿玛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顾这些？不管怎么样，我永远都是您的女儿。是皇上让你来的。皇上让我来看看你。臣无颜面对皇上，实在有负隆恩呐。阿玛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怡亲王素来与高家勾结一党，我又从不肯向高贵妃低头，极有可能是他落井下石，是女儿连累了阿玛。阿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，为你洗刷冤屈。女儿这就去求皇上重新审案，还你一个公道。别去，千万别去！为什么？阿玛，你不会是……阿玛，对不起你呀，对不起挥发那拉全族啊！都是阿玛的错，都是阿玛一时糊涂，犯下了大罪。阿玛，你素来看不起那些藏污纳垢的官员，20多年来从没有收过一分不干净的银子，你怎么会去行贿？怎么可能？本来我也不想这样，
可你额娘她寻死觅活的，逼着我到处求人，总算饶了长寿一命。唉，长寿是阿玛的独子，唯一的根苗。你说我为了救长寿，你就给怡亲王送了慧银。那你从前教我的话呢？你说做人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但一定要有良心。你说一生为官，绝对不会破坏法纪，违背初心，不求高官厚禄、富贵显达，只求坦坦荡荡、无愧于心。我在宫中，不论过得何等艰难，我都照你说的去做。如今你却告诉我，你送了慧银。阿玛，我相信你说的每一个字。我一直以你为自豪、骄傲，可是今天你竟然……是我的错，书生，你原谅阿玛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帮帮阿玛吧，你救救阿玛吧，书生。珍儿，我们走。书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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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走啊，书生，这天底下只有你才能救我了，书生。娘娘，眼看就要进15门了，眼泪收一收吧。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贤妃娘娘，您娘家太太来了。书生，书生，你阿玛是你逼阿玛去求怡亲王的，是吗？额娘不能看着你的亲弟弟就这么掉脑袋了，额娘也是没有办法。我就是想去求求怡亲王，让他高抬贵手，移出来诊病也行。大牢又黑又暗又湿，那可不是人待的地方啊！他的身子骨怎么受得了呢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一个劲儿的逼阿玛上进，阿玛不愿钻营，你就去逼长寿，现在把他逼进大牢了，这还不够，你还逼着阿玛去行贿，如今连他都进去了，这也不是我的错，不怪你又怪谁啊？我从小到大每天都听你怨天尤人，不是怪阿玛没用，就是怪我不思进取。我们都是一样没用的人，不能让你风光，不能让你富贵。现在一家人都没了，你满意了？书生，你阿玛做了一辈子的官，还是个左领，她真的是不中用啊。额娘要强，虽然一直怪她，也白眼奚落她。我把家里的嫁妆都拿去卖掉，补贴家用。到了娘家，喝了一杯茶，出来也遭人白眼儿。好在额娘有福气生了你，我不顾你弟弟，好吃的好穿的都紧着你，指望把你送进宫里头，你能出人头地。额娘也是个女人呐，我想要锦绣的前程，我想要荣华富贵，难道有错吗？我不想再听了。书生，是额娘的错，额娘什么都不要，额娘不要富贵荣华。但你不能不管你的阿玛和你的弟弟呀！不是我不想救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主母，少爷他没了。夫人，什么？贤妃娘娘，少爷他病情急转直下，没救回来。死了，长寿死了，你的亲弟弟死了。你要是心疼你的弟弟，
你就会去求皇上，他不至于死在冰冷的牢房里。额娘，你自个儿清高，你要当好人。额娘千错万错，我对得起辉发那拉氏。你呢？你在这紫禁城里活得连狗都不如，你对得起谁呀？额娘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辉发那拉书生家破人亡，都是你的错。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生了你这个无能的女儿啊！额娘，来人，救我额娘！都是我的错，你回来呀！书生什么都不要了，你回来呀！璎珞，你也来写一写。是。天哪，这到底是写字还是毛毛虫啊？正是因为写的不好，才要向皇后娘娘学啊。娘娘那手好字，你写100年都比不上。学生怎么能跟老师比啊？这不恭敬。你真是无赖！娘娘何时要收你做学生了？奴才斗胆，一时失言。璎珞说的没错。正是因为不会，才要好好学习练字。璎珞，你这么聪明，相信将来一定可以学得一手好字。能有你这个学生，本宫很开心。娘娘，不好了，承乾宫出事儿了。啊！肯定很好看，可惜本宫现在思过，没有办法好好欣赏了。娘娘，嫔妾不明白，原本您可以用纳尔部行会议时要挟娴妃，为什么要做到现在这一步呢？哼，这个女人呐，太固执。安贫乐道能当饭吃吗？本宫3番4次的延揽她不识抬举，本宫又岂会再给她机会？哼！娘娘说的极是，那娴妃不识好歹，是该给她点颜色看看。不过毕竟皇后已先施恩于她，无论娘娘现在做什么，她都不会有半点感激，倒不如杀鸡儆猴，叫紫禁城的人看看我们娘娘的手段。手段？
本宫啊，要是有手段，也就不会纵容一个贱婢撒野了。那是皇后一直护着那个奴才，他又是个泼皮无赖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咱们有所顾忌，反倒是投鼠忌器了。不过，咱们杀不得，自然有人杀得呀。谁？一世不凡二主，娘娘您别忘了，还有一位怡亲王。他？彭晓虽携了老怡亲王的铁帽子王爵，但自从先帝去后，怡亲王府的势力就大不如前。他虽也是正经宗室，可是只当了一个前清门侍卫，连御前侍卫都没当上，心里正窝着火呢。而如今他又和小高大人是至交好友，一心想得到娘娘提携一二，自然会要讨好，不然他也不会送来纳尔布的消息。可他毕竟是个前清门的侍卫，那么多眼睛盯着呢，他这手能伸到后宫来吗？娘娘，打蛇便要打七寸。嫔妾已经派人去绣房打听了魏璎珞，发现他曾和一名侍卫有手吻。哼，皇后娘娘恕罪，我家娘娘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谁叫门都不开。奴才这就去告诉她您来了。不，既然贤妃心情不好，本宫就不勉强了。你一定要好好照料，记住了吗？是。快去吧。走吧，去养心殿。娘娘，去养心殿干什么？纳尔布自己行贿，连贤妃都跟着遭殃。皇上如今正在盛怒之下，可千万别去惹他龙颜不悦。皇上一头怒火，本宫如何不知？可是若此事本宫都不管，纳尔布就真的是没救了。他没救是他家的事，与长春宫何干？与皇后娘娘何干？璎珞，你怎么想？皇后娘娘，并非干涉政务，而是同情贤妃娘娘。对，我同贤妃相处多年，深深了解她的为人。她宽容大度，坚守正道，帮助过不少的人。若这样的人居然会有这样的下场，岂不是上天无眼？所以本宫想帮帮他，救救他父亲。那您说话可要迂回着点儿，别惹皇上生气了。皇上何等聪明，在他面前迂回，不是等于自找麻烦吗？那你说如何？当然是直言不讳。不过要换一个说法，不是替纳尔布求情，而是替贤妃娘娘求情。有什么区别啊？区别可大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来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后怎么来了呀？臣妾听闻皇上近日吃了不少荔枝，连膳食都不大用了。这荔枝叶晒干煎茶，消火去乏。皇上您试试。璎珞。这若是从前，皇后一定会劝朕莫谈口腹之欲，以免坏了身子。今日怎么只字未提，还给朕泡了茶来？当然是为了讨好皇上，让皇上高兴。为何要讨好朕呢？臣妾
想为贤妃求情。皇后，皇上，臣妾知道，后宫不得干政，但臣妾不是为了纳尔布大人来的，而是为了贤妃。贤妃14岁入了宝亲王府，如今算起来已经有9年了。皇上，一个在您身边伺候您9年的女人，可是如今先后兄弟和母亲都去世了。如果纳尔布又被判斩首，从此以后贤妃真的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了。皇后，朕不可因私废公啊。臣妾知道，纳尔布大人在风口乱尖上贿赂怡亲王，这是胆大妄为，罪不可赦。可是皇上，但那500两是臣妾给贤妃的。如若当初臣妾派太医去监牢，可能今日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可是臣妾担心背后有人说闲话，说臣妾故意拉拢贤妃，施恩于她。没想到为了避嫌，居然害了长寿的性命。皇后，今日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，不要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揽。臣妾恳求皇上放纳尔布一条生路，就算是给贤妃留下一点体面，否则的话，不但贤妃会痛不欲生，就算是臣妾也会内疚一辈子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养心殿传来消息，皇后亲自去求情，皇上答应赦免老爷了。出去。娘娘，我叫你出去。是。你在这紫禁城里混得连狗都不如，你对得起谁呀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挥发那拉家破人亡，都是你的错。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生了你这个无能的女儿啊！娘娘，这么早您要去哪儿啊？向皇后娘娘谢恩。是该谢谢皇后娘娘。奴才给贤妃娘娘请安。我来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娘娘如今正在看书，
奴才这就带您过去。多谢尔晴姑娘。看什么呢？还不快干活！贤妃娘娘有点不一样了。身上有重孝的人，自然是不一样的。快干活！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奴才回去了。怡亲王。 怡亲王在和谁说话？刚才那位宫女好像有些面熟。哼，我的扇套子丢了，我问她有没有看到。是吗？难不成你怀疑我堂堂一个亲王，会和个宫女有手尾？自然不敢。哎呀，傅恒，你不要觉得皇上宠信你们富察氏，你就不把本王放在眼里。我9岁袭爵，是大清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。你想越过我，还早呢。庆幸见过怡亲王。起来吧。 清溪，听说你最近正在筹谋升官呢。王爷说笑，如今我只是个2等侍卫，谁不想当头等呢？要是我开口举荐，自然不是什么难事。王爷，你要帮我？只要你帮我完成一件事情，事成之后，本王立刻就去见御前大臣，替你提等。 别说一件事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要报答王爷赏识。哼，不过就是踩死一只小小的蝼蚁，抬抬脚的功夫罢了，用不着你上刀山下火海。有天下者，天下之主；有一国者，一国之主。我故其主矣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故其主矣。周文王在路边看到一具枯骨，便命人好好安葬。官吏问： 为何要管一具无人认领的枯骨呢？文王回答：富有天下，便是天下之主；拥有一国疆土，便是一国之主。如今我看到这具枯骨，便是他的主人，又怎么能忍心看他曝尸荒野呢？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，富有天下的帝王，疆土所及的百姓都是他的责任，必须给予妥善的照料。 是吗，皇后娘娘？可是奴才就是一个小小的宫女，学这样的大道理，又有什么用啊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，就要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。比如帝王，就该勤政爱民，泽披天下；再比如本宫，就应该管理6宫，母仪天下。而你，除了做好本职， 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为别人能做的呢？奴才觉得能够自我约束，已经足够了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那就等奴才真正达的时候再说吧。
璎珞，你的手肘一直在发抖，怎么能写好字呢？奴才的手一提起笔，手肘就不自觉地想抖。哎，紫荆为红墙，青为锁曲梁。断垣突夕阳，一折旧梦凉。枯叶掩疏窗，谁念秋风凉？怎知流光是年华？独身期盼重门深锁，羞得玉色又如何？花待看着别问因果，莫等空枝随风落。盼与他共剪除夕窗下。